情绪勒索与受害者角色的循环。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努力。他说完这句话后，转身进房，把门关上。男人站在客厅，久久没有动作，只听见冷气运转的声音，像极了他们的婚姻，表面上还在运作，其实早已冰冷。他心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不是已经很努力了吗？他怎么永远都不满意？他躲在房里哭，心里呐喊，我说了这么多次，他怎么还是听不懂？我真的累了。这样的对话或许你也听过，甚至演出过。当婚姻走到这一步，看起来双方都受伤，都委屈，都很努力，但问题却越来越深，感觉彼此越走越远。你可能会问，明明我们都想好好的，为什么最后却变成这样？这一刻，我们要揭开那个看不见却非常关键的问题核心：情绪勒索与受害者角色的循环。说到情绪勒索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这不就是心理操控吗？好像是电影里控制狂的行为。但其实情绪勒索的样子远比你想象的普通。我这么辛苦工作赚钱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吗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才不会放弃我的梦想。你不接电话，是不是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？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爱你啊。这些话我们可能说过，也可能听过，看起来像是在表达爱，表达期待，但其实背后藏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。你若不照我想要的来做，就是你对不起我。这就是情绪勒索。它不是单纯的吵架或抱怨，而是一种透过内疚、恐惧、义务让对方妥协的沟通方式。最糟的是，它往往不是刻意，而是我们从小到大习得的情感表达方式。受害者角色不是谁更惨，而是谁更没责任。情绪勒索常与一种角色搭配出现。受害者，你可能会问，什么意思？我明明是被伤害的那个，怎么会是问题的一部分？这里我们得说清楚一件事，有时候我们不是事实上的受害者，但却用受害者的姿态过生活。举例来说，他明明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，却选择冷战，然后心里想，他总是不理解我，我算了，反正说也没用。他明明可以拒绝，却默默答应后又心生不满，然后说，我都是为了你啊。这些表面上是包容忍让，实际上却是逃避对话、逃避责任的心理策略。久而久之，关系里就出现一种戏码，一人扮演加害者，一人扮演受害者，但角色是会互换的。今天你让我难过，明天我用伤害来惩罚你。这样的关系里，两人都在伤害，也都在防卫，没有人真正看懂彼此的需要。现代婚姻里最常见的勒索与受害循环，来看看这个你可能熟悉的例子。情境一，周末聚餐风波，太太，我都帮你安排好了，晚上跟我爸妈吃饭。先生，我不是说过我要加班吗？太太语气开始激动，你永远都有工作比我重要，我爸妈也不是外人吧？你连这一点时间都不愿意给我。先生脸色僵硬，心想，又来了，我每次不照他的意思，他就说我不爱他。太太转身走开，心里想，
如果他真的在乎我，怎么会连这点小事都不配合？这样的互动里，太太其实不是恶意操控，但她用了情绪勒索式的话语，无意中强化了你不照我的方式就是不爱我的讯息。而先生呢，他选择沉默不回应，表面让步，内心却越来越冷淡，转入了我这么辛苦还要忍受你情绪的受害者模式。然后呢，一场小争执变成一次新的疏离。为什么我们会进入这样的循环？答案或许比你想象更简单。我们太渴望被理解，却太不会好好表达。我们渴望被爱，但用责怪来测试对方的爱；被重视，但用冷淡来惩罚对方的不重视；被听见，但用尖锐的语气来逼对方听见。我们的原意是拜托你看见我，懂我，但传达出来的讯息却变成你若不懂我，就是你错。久而久之，两人都戴上情绪防备的盔甲，然后感觉孤单。看懂彼此不是同意对方，而是理解背后的需要。修复的第一步不是去改变对方，而是开始看懂彼此的语言，尤其是那些在情绪勒索与受害者姿态背后的未说出口的需要。当他说你永远都不在乎我，他真正想说的可能是我需要被在乎。当他说我说了你也不会听，他真正想说的可能是我害怕再一次被否定。情绪勒索不是问题的根源，而是表现出来的求救讯号。受害者姿态也不是人性之恶，而是表达无力的一种选择。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反击或防御，而是听懂彼此的隐藏语言。结语，真正的靠近是愿意放下防御。婚姻中的距离往往不是空间造成的，而是心的隔阂。我们可以同床共枕，却心如陌路；也可以吵得不可开交，却其实只是在说我还在乎你。你想修复婚姻吗？不是靠争赢一次争执，也不是靠逼对方改变。修复的第一步是愿意放下我是对的姿态，去看懂对方为何这么反应。当你开始看懂对方背后的渴望，你也会更懂自己。当你停止情绪上的拉扯，而是开始理解，你会发现婚姻不是谁输谁赢，而是我们能不能一起前进。婚姻里最大的胜利是彼此终于不再是敌人，而是同一队的伙伴。